家好，今天和大家分享如何做出平坦不凹凸的奶油饼干。这个做法的饼干最适合做糖霜饼干，分享几点注意手法，才能避免凹凸龟裂的情况发生。糖霜饼干如果有凹凸不平的表面，那么裱起来的糖霜也比较不会平整。先来看看材料。只做原味的话，低筋面粉230克改为250克。首先，首要条件是奶油、鸡蛋都必须室温，鸡蛋可以放入50度C 左右的温水中回温。奶油如果室温不到25度C 的话，即使放在室温回温也不够软化，像这样即使在室温下还是太硬。这款饼干的奶油状态很重要，太硬奶油无法搅拌，融化成液态的话，做起来的饼干会发硬。现在微波10秒看看，像这样不是液态，但用手指轻轻压就会凹，这个状态是最好的。然后用刮刀拌匀，切记不要用搅拌器哦，奶油容易打出气泡孔，做起来的饼干表面就会有空气泡出现。搅拌均匀后，加入糖粉，不行用砂糖，砂糖会让饼干龟裂。搅拌均匀，等看不到糖粉后，来把蛋打散，将杯中的温水倒掉。如果有搅拌棒的话，建议用搅拌棒打散，这样才可以将蛋白组织打碎。和奶油搅拌时比较不会分离，2-3秒就好，避免打出太多空气泡。再分3-4次加入拌匀，每加入一次都必须拌匀后才能加下一次。全部加完，搅拌均匀后，必须像这样完全乳化，是一个非常顺滑的奶油状态。有颗粒感的就是油水分离了。然后再将杏仁粉过筛加入，低筋面粉和玉米粉也都要过筛。再用切压的方式搅拌均匀，慢慢的和奶油拌在一起，不是去揉面团哦。拌到看不到大块的奶油就可以倒出来了。换成用刮刀来切碎奶油，把奶油切得越碎，饼干的质地就会越细致哦。接下来这个步骤是非常重要的，将刮板与桌面呈30到45度角度，将面团压于刮板下，然后往外压。这个过程是要排出面团的空气，在打蛋和面粉过筛时都会有空气拌入，如果没有压出空气泡的话，烤出来的饼干就会有凸起来的空气泡，如右图。经过这个程序就比较不会有这种情况发生。压完一次空气后分成3等份，因为要做原味抹茶跟巧克力口味，当然也可以只做原味哦。一等份约165公克左右，分好后再分别加入色粉，原味的话只加低筋面粉就好。加进来后，再用压的方式将面粉拌匀。
注意手法不是揉面团，而是将面粉压推出去，排除不必要的空气孔。然后再将面团推在一起，用保鲜膜包起来。抹茶口味和可可粉口味也一样，可可粉和抹茶粉比较难搅拌，可以多压几次。然后将面团擀成 0.5 公分厚的薄片，像这样太软的话还不好压模型，要压出漂亮的模型，就必须先把饼皮冷冻20分钟左右。3片饼皮都擀成 0.5 公分厚，然后放进冷冻库冷冻20分钟。20分钟过后，在压模之前，先预热烤箱华氏320度。冷冻过后的饼皮比较好压模，压出的模型边缘很漂亮，看非常的平整。压好的饼干放上烤盘，使用这种网状的矽胶垫，饼干底部容易透气，更不会有鼓包。饼干模型可以依自己喜好选择，司康用的模型也可以哟。压剩的饼干碎皮可以再度结合做第2次擀压，但是压出的成品不会比第1次来的平整，所以如果是要贩卖或送人的话，就尽量减少第2次的剩皮。饼皮如果太软，可以放回冷冻几分钟。如果想要压出饼干表面模型，可以在饼皮比较硬的状态先压出外形，等饼皮比较软化了，再用模型盖上模印。要稍微用力压才能压得漂亮。这是第2次的碎皮集合而成的，饼皮太软，有点黏，但目前看起来并没有裂痕。入烤箱前，为了防止干燥，必须盖上保鲜膜，送入预热好的烤箱，烤16到18分钟。饼皮如果比较厚，就必须烤久一点哦。出炉后放在网架上放凉，看每一个都平平整整的，好可爱呀！第2次擀的面团有稍微一点点的小颗粒，周边也有少许的裂痕，但是还是允许范围之内的。恐龙造型超可爱的。第2次和第1次一目了然。司康的圆形模型也好平整啊，一点颗粒鼓包都没有哦。饼干的口感也很酥脆。